我狂撸100万黑网贷，将腰子重复抵押 N 次，就连灵魂都出卖了666次，只为购买一枚小小的警员身份。至此，一代天罚之神诞生。诡异，诸位，找本议长，所谓何事？检测到宿主被拉到异世界，蓝星意志赋予你身份购买系统，点击查看今日可购买身份。不是，我这正准备上大学去呢，就过个隧道的功夫，给我干哪来了？异世界系统，筒子，给爸爸介绍一下你的功能。系统，爸爸。得，看来这是个不怎么智能的系统。叶凡尝试一番，发现系统不可交流之后，集中注意力默念系统，一个面板出现在叶凡眼前。姓名叶凡，其余功能未解锁。今日商场，点击查看今日可购买身份。叶凡看着自己的豪华面板，一脸无语。不是，除了我的名字和一个商店，别的都没有呗。身份警员，权限1，调查。原则上，你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调查任何人、任何事。2，拘留，每7天你可拘留一个犯人到警局。3，罚款，你可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500以上未知以下的处罚：第一，身份价格0.1折秒杀，10万规则币。注意，这是新人折扣价哦。神他妈原则上找警局罚款。有了这个权限，从理论上来说，自己可以买得起以后出现的所有身份，真是左脚踩右脚，轮回升天。至于为啥是理论，后面系统有小字提示，罚款有2不罚，第一不罚原则，第2不罚不要命的，所以罚款可能一个不小心把自己小命罚掉哦。只要做好前期的调研，即使不罚这2个，权限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要是没有更好的身份，就买它了。叶凡心中暗暗想到，然后翻往下一页，结果发现压根没有下一页。看来今日商场一天只能刷新1个身份出来。购买失败，你的账户余额为0。温馨提示，请使用该世界货币规则币进行交易。0元购失败的叶凡将目光看向自己隔壁地座上头发半遮面的看不清脸的女孩。美女你好，可以借我10万块钱不？女孩听到叶凡的话，只是通过露在外面的那一只眼睛，给他一个看傻子的眼神。她变了，即便现在地座上的女孩和之前的女孩衣着打扮一样，但这绝对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场集体穿越。要是没有系统的话，仅凭自己观察都发现不了自己已经穿越了。没有借到钱的叶凡，加上其他问题的接踵而至，心情有些烦躁。他想拉开窗帘看看窗外的风景，可当他手刚放到窗帘上的时候，一只白皙的手死死抓住他的手腕。哪来的愣头青，一点规则都不懂。这一刻，叶凡感觉自己血液都凝结了，周围所有乘客都睁开眼，用想杀死他的目光盯着他。好在众人盯了他一会儿后，又都移开了视线。刚刚他真的想弄死我。叶凡不敢再乱动，只能四处张望，想从环境里发现线索。你又干嘛？取包，我的包。叶凡翻开包，里面只有一张录取通知书。他仔细看了看通知书，又看了看车厢显示屏的终点站，发现是同一个地方。那个，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录取通知书真的还是假的？初到一阶，等一会儿列车到站了，将无处可去，看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希望这个通知书还能用。地座女觉得自己倒霉透了，不就坐个动车吗？怎么能遇到这种奇葩货色？投给了叶凡一个看智障的眼神。真的？谢谢。列车前方到站，古都。我他喵的，没信号！不应该啊！难道话费也不能在异世界用？妈的，贷不了款，天崩开局啊！地下停车场。学弟，路上走累了吧？喝水。谢谢学姐的水。学姐，我这手机不知道为什么没信号了，你能帮我看看吗？学弟，你这手机是假的吧？虽然很逼真，但我确信它是假的，就是一个模型。还以为只是话费出问题了，没想到是整个手机嗝屁了。不过也正常，毕竟不是一个世界。哼，现在这小偷简直太猖獗，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偷手机。学姐，我刚刚发现我钱包也被偷了，你知道什么地方能搞到钱，让我应应急吗？许之看着身无分文，手机也被调包的叶凡，觉得这个小学弟好可怜。一番挣扎之后，
学弟，要不学姐先借你点，1天5分利息就行。迎新学姐要给我放高利贷，这尼玛对吗？那先给我贷100万。 100万？那个学弟，要不这样，我先贷你3，我签，怎么样？至少10万。确定这不是一个富婆之后，叶凡也松了松口。但有一点很明确，他不会在许之这里贷款，能贷那种不还的，为啥还要贷这种需要还的？好吧，学弟，哼，黑网贷是违法的。你一个放高利贷的，说黑网贷违法，难道放高利贷就合法吗？嘿嘿，那个学弟，一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但你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多贷，贷点应急的就行，不然还不起的。安了，不要多贷，那要他黑网贷有何用？你好，把你们这里能贷的黑网贷给我全部列出来。注意，不黑的不要。不是，哥们儿，你大客户啊！嘿嘿，同学说笑了，我们这都是正规贷款，一点不黑。不黑，那我不要了。叶凡说着转身就要走，不黑那还得了？我操，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同学，这边请，包你满意。黄毛这次什么也没废话，在一个散发着猩红色光芒的电脑上一通操作，上百家网贷公司的信息就出现了。叶凡见黄毛要解释，一把将对方推开。没事，我懂，我自己来。只见叶凡已经开始操作，下一刻，宛如恶魔低语般的声音在叶凡脑海里响起。已向爱玉盟抵押手币制，贷得3000规则币，合约正在生成中。你向白噪秘器抵押手臂1双，贷得7000规则币。你向无头丝抵押眼睛1双，贷得1万规则币。你向无声回廊抵押喉咙1个，贷得一铁1万规则币。你向低语的邪神抵押灵魂，贷得5万规则币。你向抵押头颅，贷得2万规则币。你向抵押腰子1对，贷得2万规则币。我操，贷款还能这么贷？一旁的许之和黄毛满脸错愕，两人虽然学到了，但借他们10万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去撸啊！这个世界敢放贷的，尤其是网贷，哪个不是一方霸主？弄死他们和捏小鸡一样。已无符合你情况的贷款，请稍后再试。余额134.3万。不枉我把自己的灵魂出卖666次，将腰子重复抵押了 N 次，全身上下能抵押的一个都没剩。叶凡看向身前漂浮着的契约，他能感觉到这些契约是和他自己或者身体的某个部位深度绑定的。学弟，要不要办张校园卡？只要8000规则币就能办一张月租999.99，流量校内无限用的超级霸王卡。不是，这是老子卖身钱啊！你也好意思坑？合着你对学弟的热情，不是因为要放高利贷，就是要办校园卡啊！系统购买警员身份，警员身份载入成功，账户余额124.3万。学姐，你犯事了，罚款10万！竟然敢给警员放高利贷、办校园卡，学姐你怎么敢的？看着一张罚单凭空出现在自己面前，许之整个人都傻了，在感受着罚单和他的关系，再看看罚单信息，这是真的要罚他10万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学姐啊，没钱不要紧，可以找家里人要吗？或者学弟借你10万，我少收点，一天只要你4.9分利就行。实在不行，也可以撸黑网贷嘛。我刚刚已经试过了，贷起来嘎嘎爽。异世界的黑网贷和前世还真不一样，每多贷一个，就能感觉到多出一双眼睛在窥视自己。不过在我获得警员身份之后，这种窥视感少了几分。难道是忌惮这个身份？不管了，反正距离最近的还债日期还有1个月，1个月刷新30个身份，到时候谁收谁的债，那就不好说了。你罚的是不是重了些？我也没犯多大错。这时候稍微冷静下来的许之不再往缴10万罚款上面想，而是觉得10万是不是罚的太多了。叶凡没有着急回答，而是决定先看看面板。姓名叶凡，身份警员。面板上的信息显而易见，开出的罚单压根儿就没有撤销，降低罚款的说法只能追加。所以啊，学姐，这10万罚款你还是背着吧。学姐啊，我给你数数：第一，放高利贷，祸害国家的希望，大学生这罪不小吧？而且你还放到了警察头上，罪加一等。第二，诱导大学生办黑贷，这简直就是视国家法律于不顾。第三，8000一张的校园卡，你也真敢说，数罪并罚，起码得关你20年。
我现在才罚你10万，相当于1年才5000块钱，这对你来说多吗？叶凡嘴上疯狂忽悠，可实际上也确实在反思这次罚款。自己这第一单罚的虽然对，但要收上来，现在看是比较困难，尤其是在罚单不能无限制开的情况下，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雪弟，期限能不能快些啊？我一下子还不上。许之已经决定要缴纳这笔罚款，至于围剿，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要知道，警局可是掌握有至高规则的庞然大物，除非同样掌有至高规则的存在或者想死，才能围剿。他显然不属于两者，能做的只是祈求叶凡放宽一点还款期限。这得让我看看你的诚意，毕竟我也是打工的，随意给你放宽期限，上面我也不好交代。我狂撸100万黑网贷，反手给学姐开了张10万的罚单，结果警察局抽走2成，联邦还要抽税1成，搞了半天我这是在缴费上班。刚想骂娘，一条新消息又弹了出来。许之缴纳洋果3颗，价值6000规则币，你可选择支付1008规则币买下该物品，或者由警局结算发放4002规则币。原来许之缴罚款不是交给我，而是通过那张虚空罚单交给了警局，警局收了钱，结算后再发给我，这就是我的工资，或者说叫业绩提成。如果说缴纳人缴纳的是物品，我可以选择折钱，或者补差价拿下该物品。第二个提示在他眼前飘过的时候，叶凡算是彻底搞明白警员罚款许可权的工作流程。买下洋果，这果子直接吃吗？你不知道洋果？你难道是异世界来客？不是，学姐，你这么聪明，让我很难办啊。学弟，你不要误会，异界来客在规则世界很常见的，我爷爷就是，甚至每年新生里就有好多异世界来客，我没有恶意。叶凡听着许之的解释，既然异世界来客不是什么稀有物种，好像也没必要隐瞒。说说你对异世界来客的了解。回答好了，我可以酌情给你宽限一下缴款时间。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被大家称呼为规则世界，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规则，违反规则就可能触发特殊事件，且很大一部分是死亡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总结出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规则，加上自身也有超凡力量，日子还算太平。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一部分人竟然掌握了规则，他们开始动用规则的力量排除异己，满足自己的欲望。死规则，人类能通过经验躲避，可是带着思想的规则那是避无可避。甚至说，在人能使用规则之后，一些原来不会造成死亡的规则，反而展现出了更强大的杀伤力。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那些最初一批掌握规则的人，竟然能通过一些手段让别人也使用规则，最终建立了新联邦。说到这里，许之深深看了叶凡一眼，很显然警员就是规则身份之一，他现在脑子都还嗡嗡的。一个初入规则世界的异界来客，为什么会有规则身份？叶凡面对许之的目光，双手一摊，没错，我开了。据说是在新联邦建立3年后，规则世界开始大量出现异界来客。到了现在，规则世界的土著占比怕是不足1%，大家都是异界来客或者他们的后代。至于异界来客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结论。叶凡听到这里，彻底放心下来。如此一来，自己穿越者的身份还真算不得什么秘密。这个洋果和个人的超凡有关吧？许之刚刚话中也提到，这个世界除了规则的力量，还有个人的超凡。这果子显然和规则无关，那就肯定和后者有关。许之同学，你不负责迎新，在这里干什么呢？还有你，一个新生不按照通知书要求报到，在这里干什么呢？你丫的谁呀？王老师，对不起，我马上回归自己的岗位。许之没有任何解释，认错道歉之后，立马准备离开。可惜秃头王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许之。许之同学，跟我来办公室一趟。许之看着秃头王转身的背影，救我！叶凡能看懂许之眼神传递的意思，但是他无能为力。秃头王刚刚可是凭空出现，单这一点就能把我按在地上疯狂摩擦，还是不要牵扯上我吧。人死债消，罚单受理人许之死亡。本招罚单结束，共计收缴罚款1.4万规则币。我操，不是，这就死了！一个负责迎新的漂亮学姐，就因为带我出去一会儿，没有迎新就被老师嘎了，这也太草率了吧！学长您好，我是武器学院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叶凡。牛旭打量叶凡一眼，没说什么，接过录取通知书查看起来，3秒后将其还给叶凡。与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卡片，
这是你的校园卡，千万不要搞丢，不然后果很麻烦。学长，那个打电话的校园卡在哪里能搞到？哎，可惜校规规定，新生报到这一天不能坑新人，不然一定好好宰这个冤大头。一届来的吧，规则世界压根就不用手机和电话卡。至于具体用什么，等你军训完正式成为古大一份子，自会知道。没手机和校园卡，学姐，你是真该死啊！学长，我为什么？不要问，后面你会知道。你的校园卡是临时的，至于其他的，活着总会慢慢知道的。行了，去宿舍报道吧。多谢学长，不知学长贵姓？牛旭，希望7天后我能再见到你。牛哥说的多了吧？牛旭瞥了一眼女生，没有说话，而是看向眼前只有自己能看到的面板。